在台湾说到量贩店你可能会想到家乐福、大润发或是好事多，但你知道台湾最早的量贩店霸主是谁吗？答案都不是这些。今天就让我们一起来聊聊万客隆吧。Hello， 大家好，我是志奇。你有听过万客隆吗？它是台湾的量贩店始祖30多年前呢，6家分店的年营收就有220亿台币。内湖店更创下了单日业绩4500万、年营收60亿台币的纪录。不止遥遥领先与它差不多时间成立的家乐福，就连现在的量贩店霸主好事多，也是直到2019年才达到了每家店平均64亿年营业额的纪录。不过呢，2003年万客隆却突然的宣布退出台湾，让很多人都非常错愕。当时内湖店举办清仓大拍卖，门都还没有开，外面的车子呢就已经排了1公里远。到了下午2、3点，将近3000平的卖场，2万多个商品就几乎被搬空。到底万客隆是怎么样在台湾带起风潮的？又为什么会走入历史呢？今天就让我们一起来讨论看看吧。不过在开始今天的讨论之前，先让我们进入工商服务时间。今天要跟大家介绍一堂线上课程晨曦的自在花艺课，主题看似高冷，但其实超级新手友善。讲师晨曦是日本师范级认证的花艺师，拥有5年的教学经验。他这次专门为新手规划了架构精细的课程讲义，让花艺美学不再只能够凭感觉。课程当中呢，总共可以学会10款好看又好上手的花艺。除了使用季节花材，更充满了日系极简风格，不用购买过多的花材就一样好看。而且每款花艺的尺寸适中，家里的任何一个小空间都能够充满美感。通常花艺实体课呢，起码要2600元，而且一次学习1款花艺。而现在募资期间呢，只需要不到4200元就能够学会共10款的花艺。输入我的折扣码还能够再省200元。现在就点击资讯栏把握优惠吧。万客隆是一家自助式批发仓储的品牌，由荷兰企业 SHV Holdings 创立。1968年呢，在阿姆斯特丹开了第一家店之后，就开始向欧洲、南非以及世界各地扩张。1989年，万客隆决定进军台湾，母公司荷兰的 SHV 集团找来了台湾的丰群集团以及泰国的普丰集团合作，选在桃园八德的工业区开设了全台第一间的万客隆。他们引进了国外大量批发、自助采购、现金结账经营模式，获得了很大的成功，也带动了台湾量贩市场的蓬勃发展。在万客隆开幕几个月之后呢，统一企业也跟法国的家乐福合资，在高雄开了第一间家乐福。接着1990年代开始远东集团爱买、润泰集团的大润发以及美式卖场的好事多陆续的成立，开启了台湾量贩业的新时代。不过在当时呢，这些店完全不是万客隆的对手。进军台湾1年之后呢，万客隆陆续在五股、内湖、台中、台南、高雄开设分店。巅峰时期呢，全台湾就有12家的万客隆。1995年，万客隆的营收是天下杂志500大服务业排名当中外资民营服务业的冠军，超越了豪车品牌中华宾士以及科技业的台湾 IBM。而且即使是30年后的现在，如果提到万客隆，还是有很多人记得要进去万客隆非常的困难。首先呢，万客隆采用会员制主要的销售对象是零售商还有公司行号，必须要提供营业执照或是缴税证明才能够申请会员。那如果是一般民众想要进去一探究竟，就必须要跟别人借卡。所以也有很多人回忆当年的万客隆有会员呢，常常走路有风，比好事多不知道嚣张了多少倍。再来，因为万客隆的卖场呢，随时有堆高机在作业，为了安全禁止身高低于120公分的小孩入内。很多人都会抱怨小时候常常被放在外面的游戏区，等爸妈等了好几个小时。甚至有些小朋友呢，为了要进去万客隆，会刻意的垫脚尖，或是绑上高高的冲天炮头，借此来增加身高。可是万客隆的规定那么的严格，很麻烦啊，为什么还会有这么多人挤破头想要去呢？万客隆能够在台湾带起风潮，可能有2个原因。第一是万客隆改变了传统的经销制度，第二呢是他们的促销策略非常成功。首先，在万客隆进入台湾之前呢，传统的批发商大多都是以小规模经营，商品的种类有限，所以一般的零售商通常都要透过多个批发商采购，才能够满足营业的需求。有的时候为了拿到更优惠的价格，还得要囤货。但万客隆主打一站购足，不管呢是生鲜农牧产品、一般食品或是日用的百货呢，应有尽有。
零售商呢可以根据自己的需求用批发价来购买，不止省去麻烦呢，还能够避免囤货带来的空间成本跟周转不灵的风险。再来，我们现在都很习惯量贩店呢会寄发商品的 DM， 并且呢会印一些超便宜的印花价商品来吸引消费者。而这个促销方式呢，其实是源自于30年前的万客隆。当时万客隆会把这些印花价的商品呢定在零售价的5到7折，让很多的消费者为之疯狂。根据1996年《天下杂志》的报道，有超过一半的顾客呢会拿着万客隆快讯来购买印花价商品。而万客隆的印花价商品呢，平均每周可以卖3到5万个单位，甚至呢还有过1个星期卖掉12万条，总共144万包卫生纸的记录。这个巨大的销量呢，让万客隆在价格谈判上面占有更大的优势，也加深了万客隆高 CP 值的印象，继续的吸引了更多的消费者。但令人意外的是，曾经称霸台湾通路业的万客隆，却经营不到15年就退出台湾。2003年2月12日刚好是农历春节过后，万客隆无预警的宣布停业。不只是要去买东西的这个消费者扑空，包含要去进货的厂商，甚至是要去上班的员工，通通都被锁在铁门外面，让人非常错愕。当时万客隆对外表示说，因为台湾的量贩店市场竞争太过激烈，万客隆获利不佳才会撤出市场。而事实上，获利不佳呢，可能太过轻描淡写万客隆的营业额呢，可能用直线下滑来形容会比较贴切。在西元2000年以前的万客隆的年营业额都维持在200亿元以上，但从2000年开始，数字呢就下降到了180亿元，隔年营业额呢更突然暴跌到了100亿元，在隔年就只剩下50到70亿元，连续2年都出现了亏损。不过同一时间呢，万客隆的竞争对手表现却相当的亮眼。比如说家乐福呢，当时已经成长到了28家分店，年营业额来到了470亿元，而大润发紧随在后，21家分店的年营业额呢也有350亿元。万客隆明明是量贩店业的先驱，为什么最后会被其他的量贩店给超车呢？很多人猜测万客隆会亏钱是因为台湾的市场已经饱和，或是会员制度太严格等等，但最主要的原因可能跟他们选在工业区开店有很大的关系。万客隆的批发式仓储呢，需要大片的土地，那为了降低成本他们选在靠近高速公路的工业区开店，同时也限制顾客必须要是中小型企业业者来符合法规。不过呢，其他业者抗议万客隆常常没有严格的审查会员，让一般消费者也能够买东西，批评万客隆一方面呢享受低廉的经营成本，一方面又从事零售业，非常不公平。而这种明显违规的行为呢，也让新北的这个五股店以及高雄的大寮店被断水断电，勒令停业。甚至万客隆的董事长还因为违规营业被法院判处拘役50天。而正当万客隆因为土地的问题一个头2个大的时候，家乐福却快速的发展。家乐福采取更弹性的策略在工业区开绿店，在商业区开蓝店，巧妙的回归掉法规问题，并且扩大连锁规模的议价优势，提供给消费者更便宜的商品。就这样子，便宜好抵达又不会禁止小孩入内的家乐福，更加受到家庭消费者的青睐。万客隆的客群就一步一步的被一般的量贩店给瓜分。所以有很多人批评万客隆不知变通，才会搞到要退出台湾。不过根据万客隆前干部的说法其实他们都知道问题在哪，之所以会一直改不了呢，是因为公司内部有非常严重的管理冲突。虽然万客隆的董事长是台湾人，但根据合资的契约，荷兰的 SHB 呢拥有绝对的经营权，所以真正主导万客隆的呢是由总公司轮派的外籍总经理。除了第1年的外籍总经理在台湾待了5年其他的总经理呢大概每2年就会换一次，而每次的更换呢，不止管理模式会变人事也会大地震。员工就抱怨说，每个外来的总经理呢都想要建立自己的班底，让原来的人很难做事。最严重冲突发生在1993年，当时万客隆来台第5年就想要重新调整卖场定位，加强经营一般的家庭消费者。但是新的外籍总经理呢跟台籍干部之间因为行事风格不一样，出现了严重的对立。这种冲突导致这些熟悉台湾市场以及公司内部运作的中级干部集体离职出走，甚至呢还成立了东移批发仓储量贩店来跟万客隆竞争。而这一事件呢，也让万客隆的转型因为执行力不足，最终呢以失败告终。而后来东移批发仓储量贩店呢，经过多次的转手被润泰集团收购，那些由万客隆训练出来的干部人才，转而帮助大润发打下江山。而在20多年后的今天，大润发已经成为了台湾的第3大量贩店。我们在查资料的时候呢，看到有很多人好奇万客隆跟好事多经营方式很类似，都是仓储式卖场，也都是会员制，但为什么万客隆退出台湾，好事多却在近几年成为了台湾量贩店的霸主呢？
那虽然我们没有找到具体的分析报告，不过想要跟大家分享一些我们自己的观察。我们认为好事多跟万客隆虽然看起来类似但其实有蛮多不同的地方，有可能是影响的关键。比如说，他们都是仓储式卖场，都需要大坪数的空间，但好事多的选址比起万客隆选的工业区更加的靠近市中心，对消费者来说降低了不少的交通阻力。再来，万客隆有很长的一段时间在批发跟零售之间摇摆，但好事多呢却非常坚持原本的销售策略。好事多跟万客隆一样都是会员制，但只有好事多要收会员费。这个创举呢，虽然让他们亏损了5年但也透过用更优惠的商品价格，让消费者认识到支付会员费的好处，进而跟其他竞争者做出了区别。2003年，也就是万客隆离开那年，好事多才开始转亏为盈，并且一路的成为量贩霸主。那我猜测，或许万客隆放弃离开台湾，也在无意之间帮助了继续坚持的好事多有更好的成长。那最后，好事多跟万客隆虽然同样都是外资企业但好事多有一套稳定的调薪机制，高阶主管、员工呢几乎都是从基层卖场做起，很少有空降的情况。那可能因为少掉了文化差异的隐忧，让好事多更能够在台湾市场站稳脚步。那如果大家想要了解更多好事多的内容，推荐大家也可以看看这支影片不过我们还是要强调一下，以上呢只是我们观察到的经营差异。那如果观众有知道更多或是有不同的看法，都非常的欢迎在下方留言跟大家分享好的，那最后我们也想来问大家，你有去过万客隆吗？有啊，当年超级红的没有我还太小，那时候去到门口呢就被挡了下来。自己知道万客隆，但从来没有去过，听都没有听过。其他留言分享你的想法吧。最后，如果你喜欢今天的影片，欢迎分享出去，让更多人知道万客隆。此外呢，也可以点击这个地方看好事多以及家乐福。那么今天的这期就到这边告一段落，我们就明晚再见喽。